交易16年，我最终发现，真正决定账户盈亏的，从来不是指标的数量，而是能否读懂市场背后的资金意图。如果你到现在还在单独使用 MACD、KD 线做交易，那么今天这条视频很可能会改变你未来几年的交易结果。先说一个真实的事儿，我认识一个人在股市里摸爬滚打了将近20年，不是那种偶尔买几只股票的散户，是那种天天盯盘、研究技术指标，把 K 线图打印出来贴在墙上看的那种人。他前几年的状态就是反复亏、反复学、反复再亏。有一段时间他学了 MACD， 觉得找到真理了，开始用金叉死叉来指导买卖，结果发现金叉买进去，股价继续跌；死叉卖出去，股价反而涨。他很困惑，这指标不是说金叉买入吗？为什么不管用？后来他又学了 KDJ， 觉得超卖区域就是低点，超买区域就是高点，可以精准抄底逃顶。结果发现 KDJ 在超卖区域可以一直超买下去，股价跌了一半 ，KDJ 还在底部趴着，他越补越套。再后来，他开始是研究 OBV， 觉得量价关系是真理，但看了半天 OBV 往上走，股价却在跌，他又懵了。这3个指标他分别用过，分别亏过，分别否定过，分别又捡回来，分别又用，分别又亏。有一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值得每一个做技术分析的人认真听一听。他说，我用了那么多年才搞明白一件事，这3个指标从来就不是单独用的，它们是一套系统。 MACD 管方向， KDJ 管时机， OBV 管真假，3个同时指向同一个结论才是真信号，单独用任何一个都是瞎子摸象，看见的都只是市场的一部分。我自己也是花了很多年时间，经历无数次亏损和试错之后，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。另外，我专门建立了一个学习社区，扫描视频上方的烂二维码，你就可以和我实时互动。我现在正在冲击1万订阅，别忘了帮我点赞、订阅与转发。下面我要讲的是这3个指标各自的本质是什么，它们为什么会失效，以及当你把它们放在一起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。MACD 有金叉、死叉以及红绿柱变化，趋势信号直观明了。KDJ 拥有超买、超卖区域，能够帮助我们更精准地捕捉市场节奏和短期高低点。但真正决定交易成败的，往往不是 MACD， 也不是 KDJ， 而是 OBV， 因为 OBV 追踪的是市场最真实的东西——资金。它的计算逻辑其实非常简单，当日收盘价高于前一日就累加当日成交量，当日收盘价低于前一日就减去当日成交量。长期统计下来 ，OBV 记录的其实就是市场资金流向的总账本。如果 OBV 持续走高，说明上涨日的成交量远大于下跌日，买盘力量占据优势，主力资金正在持续流入。如果 OBV 持续走低，则意味着下跌过程中持续放量，而反弹时成交量不断萎缩，市场抛压沉重，资金正在撤离。而 OBV 最大的价值在于，它经常会领先价格暴露主力的真实意图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股价还没有动，聪明资金已经提前给出了答案。比如股价持续上涨，但 OBV 却同步下行，这往往意味着上涨并没有真实资金支撑，很可能只是主力对倒制造的诱多陷阱，后续极易出现快速回落。如果股价只是短期回调，但 OBV 并没有创新低，反而稳步弹升，那么大概率只是一次洗盘，而非趋势反转。如果股价创出阶段新高， OBV 却无法同步创新高，这就是典型的量价背离。没有成交量配合的上涨，本质上都是虚涨，主力很可能正在借机派发筹码。只有当股价创新高， OBV 也同步放量上行时，这样的突破才是真正被资金认可的上涨行情。很多散户之所以长期亏损，根源在于他们只看价格，却从不看资金。主力完全可以利用少量资金对倒，制造出 MACD 金叉、KDJ 低位金叉的完美多头形态，吸引散户追高，然后第2天直接砸盘离场。同样，主力也可以刻意打压价格，制造 MACD 深红柱、KDJ 超卖的恐慌氛围，迫使散户割肉，而自己却在低位悄悄吸筹。价格类指标呈现的往往只是主力希望你看到的表象，真正推动价格上涨和下跌的从来都是资金，而 OBV 就是帮助我们透过 K 线看清资金真实流向的一把钥匙。所以单一指标极容易掉进主力设计的骗线陷阱。就拿6976太阳诱电这波走势来看，一波上涨后，价格
格迅速回落，走出下跌反抽再创新低的结构。观看 MACD 发现，在 A 点处红柱出现前大后小的特征，典型的底背离。MACD 的快慢线也在0轴附近形成金叉。再看 KDJ 也出现了底背离后的金叉。最后用 OBV 进行验证，价格在回调的时候，黄色 OBV 持续上升，说明资金整体是流入的。当红色 OBV 下穿黄色 OBV 后，再次上穿黄色 OBV， 预示着这个信号是真的，果断进场，50天暴涨439%。MACD 定方向 ，KDJ 抓时机 ，OBV 变真伪，三者共振不一定让你每次都赚，但足以帮你过滤掉绝大多数虚假信号，建立一套长期稳定、可复制、可执行的交易系统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也欢迎扫描视频右上角的LINE二维码加入我的学习社区。无论是你的持仓股票还是交易中的问题，我都会尽量进行一一解答。我是强哥，16年职业交易员，带你看懂市场，做对交易。关注我，下期见。